一行程式码都不用写就可以做出这些游戏。今天就带你来看怎么做自己的游戏。要做一款游戏之前，我们必须先选游戏引擎。游戏引擎就是做游戏的万用工具箱，它负责让角色会跑、会跳、会打人，让按键有反应，让东西碰到会撞开，让画面每秒一直更新。没有它，游戏就只是很多图片排在一起而已。而我挑选游戏引擎有2个条件：一，可以完全透过程式码的方式来生成；2， GUI 的界面有 MCP 可以串接更好。对了，我没有做过游戏，也不会写游戏相关所需要的语言，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照着我的方式来做做看。第一款选中 Godot 这个游戏引擎。Godot 是一个免费开源的游戏引擎，让你可以快速做出2D 和3D 的游戏，主要用 GDScript 类似 Python 的语法，主打好读好学，而且免费又轻量。有很多热门的游戏也都是 Godot 开发的，例如射击游戏 Potato 结合挖矿与防御玩法的 Bonekeeper， 背包策略游戏 Backpack Battle， 以及宝可梦风格 RPG Cassette。第一款尝试耳熟能详的游戏 Candy Crush， 这个游戏规则非常单纯简单 ，Prompt 直接下就可以得到一个最阳春的版本，而且 Cloud Code 写程式的速度非常快，不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接下来尝试做一款比 Candy Crush 规则再更复杂的麻将游戏，可以看到虽然看起来很阳春，但它可以知道碰、吃、杠等相关规则，甚至还可以算台数。整体来说规则都有对，但就真的是阳春了一点。不过做出这个样子，大概只花了不到1个小时就完成了。前面2个游戏可能大家都觉得太阳春了，虽然 AI 做得出来，但根本不好玩又很丑。所以第3个尝试，我想要让它做得更真实、更好玩一点。很常我会滑到类似的游戏广告，我想要复刻一个，而且希望能有更华丽的动画与技能，我想要玩得再更爽一点。这边有一个小撇步，就是直接问 AI 这种游戏叫做什么。就可以省去很多沟通的成本。例如 AI 跟我说这种游戏类似 Vampire Survivors 的玩法，所以我可以直接在 prompt 下说请帮我做类似的游戏。第1阶段完成后就已经是个可以玩的状态了，只是可能还很丑，但至少后续都可以在一个好的基础之上去做调整，避免走歪。最简单调整的做法就是看到什么调整什么，例如角色很丑，那就请他改成 Pixel 的风格来改进。这时候改好了角色，发现地板很丑，那就叫他去改地板的样式，地板也能顺利改好。到这个阶段就能知道只要花时间应该是能够做出来的。经过我一次又一次的调整，换素材、加音效、修改跑版等，最后终于变成我期待可以爽爽玩的样子了。游戏链接我放在下方，欢迎大家可以试玩看看。如果今天不是复刻游戏，而是从零开始教他做一个全新的游戏，可行吗？2D 派对、多人游戏、简单操作，我想融入这些我喜欢的元素，做一款游戏。跟 AI 聊完后，具体来说就是结合小朋友上楼梯、派对游戏加马里奥赛车的机制，融合在一起成一个新的游戏。具体玩法就是4个人不断往上跳去抢旗子，过程中有一些道具可以吃，道具就像马里奥赛车一样，有火箭、有弹簧鞋，甚至可以和第1名互换位置等。一开始的样子非常阳春，是一个很简单有趣的游戏。经过我不断的调整后，甚至加了8种角色、8种关卡，还可以延伸出非常多的玩法，甚至也加上连线功能，尝试跟朋友们远端游玩。所以用 AI 做一款全新的游戏是没问题的，只是会需要花很多时间跟 AI 聊。对了，这个游戏是用 Lab2D 引擎，它写的是 Lua 语言，更适合做2D 游戏。前阵子很红的小丑牌也是用 Lua 开发的。做到这里，大家也会发现，其实什么语言根本不重要，因为都是 AI 写的 ，debug 也是 AI 自己处理，所以小白也可以放心使用。除了2D 游戏，我们也来挑战用 Godot 做3D 游戏。我们先去这个网站下载一些免费的3D 模组素材，然后直接把素材丢给 AI 后，跟他说我要做一个类似 Overcook 的游戏，请他帮我生成画面。过程很容易出 bug， 例如会有穿墙的问题，或者他很喜欢用文字来呈现，所以跟前面的游戏一样，见到一个修一个。我们可以来看成果。大概已经有80%像了，也是一个真的可以玩的状态。做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其实你我都知道 Cloud Code 很厉害没错，但是要做一款游戏，不是只有程式码而已，而是有游戏机制的设计，需要音乐与音效制作，还需要很厉害的美术。没有这些东西，光只会写程式根本没有用。因此我想挑战，不花1分钱去买那些 AI 工具，就能做出一个足够美的游戏出来。而目前 3D 游戏的素材还无法完美且免费的生成，因此先把范畴锁定在 2.5D 的游戏。我想做一个类似街机的游戏，主角从最左边生成，然后一路打到右边，路途有很多反派角色来干扰。我们先来看成果。
这边每一个画面都是免费的 AI 生成的，包含这些动作。推荐4个好用的工具。Banana 2 Grok 的图生影片功能 ，Suno 生成音乐 ，Blender 影片去背功能。先从一开始 Cloud Code 生成的原型开始看，动作玩法都是流畅的，没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1. 换图片，2. 做角色动画，3. 生成音效。图片我是直接请 Cloud Code 给我所有素材所需要的提示词。让我可以直接贴给 Gemini 的 Banana 2做图像生成。这边可以看到背景和地板都可以正确生成出我要的样子。如果想要去背、裁切或者调整大小，都可以自己再做后处理。而如果不是满版的图片，像是这边的角色或者道具，都建议可以在提示词的后面加上:00FF00 background， 意思是要绿色的背景，这样后续会比较好去背。Gemini 生成的图片右下角都有一个星号，要先把它用绿色的色块盖掉，随意框选一个范围，复制贴上，拖移到右下角存档，我们等等会用到。而道具 Gemini 直接生成拆解分镜图。去背完后，就可以把每个状态裁切出来做成动画。点击上方笔的符号，选左边数来第2个，点击后选绿色的区域，往下拖移。这时候可以看到框选的范围，按下 Delete 就可以删除掉背景。所有的提示词我都放在下方链接当中，需要的可以自行取用。接下来我们要用 Grok 的图片生成影片功能，让刚刚的角色动起来。点击 Imagine 上传图片，选择制作影片，输入你想要的动作，例如朝向右边连续左右出拳攻击。如果不满意，就再生成一次。Grok 有很多免费的 credit 可以使用。接下来我们利用 Blender 将影片去背，点击 Video Edit 传入影片，裁切出自己要的片段，大概15 frame 上下就可以了。选择第3个 Output。设定最后一帧的位置，选择要输出的资料夹位置，选择 Image， 选择 RGBA。接下来要用一个过滤器把绿色删除。点击影片后，点击 Modifier，Add Modifier，Compositor，New。画面切到左边，切换视角，切到 Compositor， 点击 New 左边的按钮，选择第1个 Add Key In 里面的 Key In， 把线接上，选择颜色，用吸盘去吸取画面上的绿色，完成。点击 Render Animation， 它就会出现在资料夹当中。接下来直接把资料夹丢给 Cloud Code， 叫它去替换动作。你可以用一样的流程和方法去生成走路、跑步、跳跃、攻击等动画。我们完成了角色制作、动画制作。接下来我们要来做音乐，一样我请 Cloud Code 帮我生成 prompt， 生成适合这个游戏音乐的提示词。我把 prompt 直接丢给 Suno 去生成配乐。如果是没付费，就没有生成后音乐的版权，这一点要注意。最后把生成的音乐档丢给 Cloud Code 就没问题了。最后可以来看一下成果。今天影片就到这里，整体还算顺利。今天都只做一个关卡，若要做一个完整的游戏，可能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欢迎大家试试看，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集见，拜拜。